目前高原天气已经转暖，印度又开始在边境蠢蠢欲动，尤其是在印度即将面临第3波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印度国内矛盾越大，在边境挑起冲突的风险也越大。最近印度动作开始愈发危险。在27号，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抵达所谓的拉达克地区展开访问，对该驻地印军的作战准备情况进行全面评估。这是2月份脱离接触以来，印国防部长首次访问该地区。而且，印防长突然作战评估究竟想干什么？近日，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已经调动至少5万名士兵前往中印边境。彭博社28号援引消息人士称，目前印度共有约20万名士兵集结在中印边境，比去年增加4成。印度之前的军事部署主要是要阻止中方行动，但这次重新部署标志印度对中国采取进攻态势，将使印军指挥官在必要情况下有更多选择，以进攻性防御战略攻击和夺占中国领土。对此，我外交部回应，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并提醒印方有关军政要员注意言行和军事部署，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需要重视。近日，央视报道，解放军西藏军区某合成旅炮兵分队实弹射击。这段时间，解放军频繁在高原进行实弹演习，并且入役了很多新型武器装备，包括 99A 主战坦克、88B 主战坦克、150式轻坦等。此外，印度方面侦查还发现，最近解放军将更多部队从西藏调至新疆军区司令部，并在边境地区新建跑道建筑、防弹掩体，以容纳更多战机，并且多地部署了更多的火炮、火箭团、坦克等。同时，解放军后勤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目前，中印都在边境摩拳擦掌，而印度极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在这之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就率先向中国发难，指责中国不守承诺，在争议边境部署军事构成挑战，这其实是在为自己增兵找借口。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毫不留情警告，中方在中国边境西段军事部署是正常防卫安排，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威胁。这句表态信息量很大，证实印军增兵准备蚕食中国领土的意图，而解放军做好了备战。然而，这次印度国内矛盾可不是那么容易转移的，很有可能会配合欧美牵制围攻中国。不过，此前普京就发出警告，中印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受域外大国干扰，很明显是在提醒莫迪不要倒向美国。解放军仍不能小觑印军这个对手，因为他会对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造成牵制，因此必须进行针对性军事部署，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才是对待印度该有的态度。但印度要敢再次军事冒险，那就准备尝尝解放军的铁拳。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都是被美国所主导的。美国想要通过联合国这个国际框架对外进行输出，从而最终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在联合国上，美国势必会向一些美国所认为的敌对国家发出挑战，中国就毫不例外地成为了美国在联合国上攻击的对象。前段时间，美国又再一次假借所谓的人权问题，向中国发动新一轮的猛烈攻势，而且不仅仅是美国还胁迫其他国家一道登上了自己的战船，将矛头对准中国。但是接下来局面的发展却超出了美国的预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的第1天，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被90余国公然打脸，这一场面也似乎让美国沦为国际上的少数派。如果说这只是别国对美反击支持中国立场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自己的大规模反击就来了。中国先是将世界焦点再次聚焦在日本福岛核废水上，向日本发动了针对性的攻击。中方代表指出，任何国家永远都不应该将经济利益凌驾于世界生态环境之下。日本意图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举动，严重损害了海洋生态环境，并将会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造成重大危害。可以说，中方的驳斥也更进一步地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风范。随后，中国又将矛头对准英国，点名批评英国在主权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并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正当要求。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主动支持别国主权的做法非常罕见。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中方的这次发声非比寻常。如果你以为到这里就完了，那你就低估中国这轮反击的决心了。在直接点名批评英国和日本后，重头戏来了。据最新报道介绍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蒋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直接硬刚美国，当面指出了美国以及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
除了指责外，中方还呼吁相关国际组织对美加这样的罪行进行全面彻查，还国际社会一个公道。可以说，这次在联合国上，中国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战，而这轮反击掀起的风暴将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因为中方的反驳有理有据，更是因为中国现在拥有足够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更加令人振奋的是，我国军事专家陈虎表示，这次在联合国的这场较量仅仅只是一次前哨战，后面这种事儿多着呢，大戏还在后头。据《环球时报》6月29号的消息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印度先后在中印边界的3个地区先后增加了多支地面部队和战斗机中队，向中印边境增兵至少5万人。印度通过不断增兵的方式，在中印边境已集结了20万军队，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40%。为此，印度中将以及前北方军队指挥官胡达认为，充足的兵源让印度在必要时可攻占中国领土。从这位印度军官的话语中，我们不难明白，这意味着中印边境现在再次传来了战斗警报。但更让人气愤的是，不久前，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在提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公然指责称，我国在边境地区部署军队，企图挑起中印之间的战争。不难看出，印度外交部部长在跟随美国人经历了几次西方会议之后，并没有了解西方国家如何变得强大，反而向西方学习了双标。印度已经在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甚至还放话要侵占我国领土，但在外交上却指责我国部署军队，这简直是倒打一耙。需要知道的是，印度国内的大部分地区当前仍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印军现在是急切的想要在边境地区找茬。其实这种行为还是那老一套，是为了把矛盾焦点转移。虽然印度国内的疫情对于莫迪来说已经无力控制，每天都有大量的印度民众被感染以及死亡，但是一旦再次挑起中印冲突，那么国内的舆论导向的重心将再次变为中印冲突。不得不说，印度人是真的喜欢穷兵黩武。当印度疫情爆发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口罩以及呼吸机等一系列的医疗物资，而不是没用的飞机大炮。但是莫迪不管怎么样，就是铁了心的要购买武器装备，即使印度没有足够的抗疫资金，甚至是仍有大量的印度民众忍受饥饿。要知道的，边境现在可是部署了20万印军，光是后勤损耗，恐怕都能为印度的疫情防治添砖加瓦。然而，莫迪却并没有这么做，而这一则数据也证明了，对印度人就是要下死手才行，不要再抱有丝毫的幻想。所以，绝对不能排除莫迪在边境问题上冒险的可能性。归根结底，哪怕莫迪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不论是印度民众，还是印度反对派国大党，甚至美国社交媒体，无一不在讽刺和谴责莫迪的所作所为。但毫无疑问的是，一旦莫迪能让印军在中印冲突中占据上风，那他将瞬间变成印度的英雄人物，此前一切不当行为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直以来，美国曾用经济、军事、外交、舆论、意识形态等手段对中国全面打压，其中最廉价的方式就是煽动整个西方国家，强化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颠覆一个国家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美国所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出，这就是美国正在对中国做的。对于我们而言，经历防御相持阶段后，反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进行了第8天以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连续重拳出击，西方国家一个都跑不了。中国代表再次抨击加拿大土著儿童残害事件，并强调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曾犯下严重种族灭绝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发起全面调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表示，在美国建国近100年时间里，通过西进运动驱逐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人从15世纪末的500万骤减到20世纪初的25万，至今还生活在贫瘠的保留地备受歧视。此外，加拿大强行将15万土著儿童送入寄宿学校进行同化，这只是加拿大种族灭绝罪行的冰山一角。同时，蒋端还坦言，其他西方国家在殖民和侵略其他国家时，都曾犯下严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呼吁国际进行全面、公正、深入调查，追究责任。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本就是充满血腥的。此外，蒋端还呼吁，每年被贩卖到美国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员高达10万，还敦促人权理事会关注美国强迫劳动问题。当天，中韩代表还一起驳斥了日本代表关于慰安妇的表态，敦促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
在这几天会议期间，中国揭露西方殖民黑历史，点名英国，并支持阿根廷收回马岛，并继续推动非殖民化进程，为真正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而努力。此外，还罕见点名批评以色列保持克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西方种族灭绝、殖民侵略、移民政策等丑恶昭彰，与其说这次西方被我们打成筛子，还不如说他们本身就漏洞百出。他们指控中国人权问题是捏造的、经不起推敲的，而他们自身的问题却是铁证如山。我们的反击完全有理、有节、有据、有理。西方强盗般的历史根本经不起深挖，稍微调查下就能看到血淋淋的恶行。他们却颠倒黑白，将自己包装成文明人，甚至充当起了人权祖师爷，配吗？